嗨，我是 Lin，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最近超火的一个大 IP 哪吒。如果哪吒能上网，估计他的朋友圈就一句话：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你有没有好奇过，哪吒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呀？哪吒为啥叫哪吒？这名儿有啥讲究没？最重要的是，哪吒是怎么一路狂飙，成为现在的全球顶级 IP 的？别急，接下来呀，咱们一个个聊。首先，我们来掀哪吒的老底儿，揭开他的神话起源之谜。关于哪吒的神话起源，学术界能吵个3天3夜。所以在这里，我只是帮大家梳理目前出现的一些说法，以及可能涉及的一些根据，大家听听看。关于哪吒的神话起源，目前大体有这么2种说法：本土道教神话说以及印度佛教渊源说。本土说大体是认为哪吒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娃娃。一些说法认为，哪吒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距今2000多年的先秦古籍《山海经》。这本书更像一本上古时期的百科全书，记载各种奇人异兽，天马行空，脑洞极大。像一些大名鼎鼎的远古英雄，比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都是来源于这本书的。可是如果翻现在通行的《山海经》文本，你会发现这里边并没有出现明确的哪吒2字，或是直接和它对应的生命形象。那这种溯源说法可能更多的是后人在对《山海经》注释或是口耳相传中将一些记载中的神灵形象与哪吒加以关联而形成的，而不是有清晰完整的文本依据。所以说，哪吒神话起源于《山海经》，感觉不太行。而真正清晰的记载哪吒这个名儿，是得追溯到一本既烧脑又有趣的宋代奇谈录，叫《夷坚志》。这本书也挺有意思的，是由南宋大文人洪迈精心编撰，里面已经出现了关于哪吒法术的一些描写。故事主角茅山成法师经常给人治病驱邪，很是灵验。一天傍晚回家路上看见一黑雾如中，称之为10斤，遂持哪吒火球咒接印敕贺。你看，有名儿，有法术，但还是差点意思。别急，咱们先把时间点移到明朝中期，看看三教源流搜神打拳。这本书堪称是明代版的神仙八卦周刊，里面搜罗了各个派系的神仙鬼怪、奇人异事，横跨道教、佛教、儒家3大教，类似于古代版的《聊斋志异》加上《山海经》加上《西游记》。在这本书里，哪吒被奉为道教的护法大神，也初步出现了关于他的神话故事的基本框架，比如说和李靖的父子关系和太乙真人的师徒关系，以及莲花化身等一系列的关键要素。而真正让哪吒成为一个有血有肉、逆天改命的活少年，家喻户晓、高光无数的，还得看明朝晚期的《封神演义》，也叫《封神榜》。这本明代小说简直就是一部集魔法大战、神仙争霸、英雄传奇、爆炸特效于一身的超级神话大片，主打一个神仙开战，谁能封神。这本书里详细的叙述了哪吒的奇特出生，也就是说，他妈殷夫人怀孕3年6个月，生下来一个肉球球，他爹李靖一剑劈开，蹦出来一个相貌奇异的小男孩，这就是哪吒。他的奇异出生引起了天界的关注，太乙真人于是收他为弟子，并传他法术和法宝。后面呢，就是大家熟知的桥段了：哪吒闹海，剔骨还父；哪吒复生，重塑莲花身；封神大战，屡立战功，最终正式封神。而自此《封神演义》中塑造的哪吒形象
开始深入人心，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文学、戏曲、影视、民俗等等。所以啊，如果哪吒有张神界的身份证，那他的签发机关该是《封神演义》，官方认证，给出。如果给哪吒办张护照，那他拿的也该是红皮的中国护照，是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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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oo young too simple。 其实啊，哪吒还可能是个印度娃娃。 What？ 这就牵扯到了学术界的第二种说法，叫印度佛教渊源说。谈到哪吒的印度渊源说，有个名字是一定绕不开的，那就是印度神话里面的少年天神，范围叫那拉库巴尔，音译那罗库伐罗，我们就叫他小那罗。小那罗啊，那可是妥妥的天界富二代，他爸老罗掌管天界所有的金银财宝，响当当的财神爷一枚，简直就是有钱任性的典型代表。而小那罗本罗呀，也是够嘚瑟，天天逗逗小仙女，喝喝小酒，醉生梦死，那叫一个快活。传说啊，有一天，小那罗和他的兄弟正在池子里和仙女嬉水，依山半草，玩得正嗨，突然来了一大佬，圣者那拉达仙人。结果俩人呢，给人家连招呼都懒得打。圣者一怒之下，画个圈圈诅咒你，俩人变成了两棵树，风吹雨打，日晒雨淋，那叫一个扎心。若干年之后呀，另一大神毗湿奴出现啦。他的童年化身呀，在玩耍时不小心撞倒了这两棵树，于是两兄弟就得救了，恢复了人形，从此洗心革面，做个努力向上、斩妖除魔的少年天神 plus 富二代。梵文那拉库巴，那拉，哪吒，哪吒，音译上挺像的呀，还都是少年天神斩妖除魔。这样看来，哪吒的神话起源于印度，好像也有些道理吧，至少解释了哪吒这名儿是咋来的。别急别急，咱继续往下看。公元前138年呀，张骞出访西域，打开了联系西域和中原的交通通道，也就是后边的丝绸之路。而印度神话呀，也随着印度的佛经啊、佛教呀一起传入中原，并通过把古印度梵文翻译成汉文，得到了一个广泛的传播。那你比如在一些早期的经典的汉译佛经中，像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佛说最上秘密那奴天经，都可以看到类似哪吒字样或者发音接近的词或只言片语。另外呀，在敦煌出土的大量遗书中，有不少佛教护法呀、辩文呀、讲经文等等材料，里面或可零星的找到与哪吒类似的音译形象，但同样也非常碎片化，而且也需要非常专业的梵文和汉文的对勘。最后清明小说里，比如之前提到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封神演义，还有咱们熟知的西游记等等，都有哪吒的出场，并能看出他与佛道双重神系的纠葛。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其中的一些细节，多多少少都能看出一些印度文化的影子。所以哪吒印度渊源说也不是毫无根据，只能说信息非常的碎片化，证据也不是很直接，也没那么充分，但至少它能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哪吒这个名字的来源。所以总的来说，哪吒的神话传说更像是一个跨国文化的大拼盘。在佛教体系里，它可能是印度天神的变体；在道教体系里，它是封神大战的王炸战神；在民间信仰里，它是降妖除魔、保家护国的三太子。也就是哪吒的形象更多的是吸收了佛教和印度神奇文化等因素，
同时呢，也传承了一些我们华夏本土镇水驱龙的神话母题。然后在民间信仰以及明清小说，特别是《封神演义》的改编和演绎下，最终形成了我们在后世作品中熟知的逆命少年哪吒。到这里我们算是把哪吒的神话源代码大致给摸清了。时间线也刚好推进明清时期。那么接下来这近400年里，哪吒又是如何一步步从明清话本闪现到全球大荧幕，从庙堂神奇变身新潮顶流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开启哪吒近400年的文化进阶之旅，看看这位当初的莲花少年是如何一路狂飙，最终进阶为当代全球顶级 IP。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明清时期哪吒的形象已经在《封神演义》中基本定型了，一个天生桀骜、敢怒敢言、不服管教的少年。尤其是他削骨还父、剔肉还母的这一经典桥段，简直是古代家庭伦理剧中的高能场面。但到了明清时期，哪吒的形象开始向两极发展。在庙宇的信仰中他成为驱邪镇宅、保佑商旅的太子爷，正式走上了神仙打工人的道路。在戏曲评书里，他是个脾气火爆、敢怼天庭龙宫的无双少年，深受老百姓的喜爱，甚至还成为了封建社会下反抗权威的精神代言人。这个时候哪吒虽然有神力加持，但依旧是个地方级的流量，还远远称不上顶流。所以关键词：民间信仰、戏曲英雄、反抗权威。到了20世纪中国进入了影视文化时代，哪吒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荧幕试炼，也就是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动画片《哪吒闹海》。这部电影一举奠定了哪吒的现代动画形象，他变成了红肚兜加小发髻加脚踩风火轮的标准造型，并在荧幕上大秀他的乾坤圈加混天绫，成功暴打东海龙王，一夜之间成为全国小朋友心中的大英雄。这一时期的哪吒身上的叛逆感会更强，但也更符合时代精神。他依旧挑战父权，李靖，但更多的是在代表人民反抗压迫，从个人叛逆变成了正义斗士。他的动画形象也更加符合孩子们的审美，真正进入了大众文化，并成为中国动画史上的经典角色。可以说，哪吒闹海不仅让哪吒从戏曲舞台进入了动画的大荧幕，还让他成为中国动画界最早的一批国漫明星。不过那个时候哪吒虽然比较红但毕竟动画产业仍然处于一个萌芽阶段，它的影响力只能局限在国内。所以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动画英雄、正义战士、全国偶像。进入21世纪，国漫进入了一个探索期，哪吒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2003年，动画剧集《哪吒传奇》上线，这版的哪吒相比之前的狂野不羁，变得更加温和、调皮，甚至还有点小可爱，彻底从狂暴少年变成了阳光暖男。这一版的哪吒更接近儿童，他不再只是那个抗争命运的少年，而是勇敢成长型的主人公。特别是那句经典的台词：是他，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朋友偶像哪吒。一波回忆杀。不过尽管这版动画有不少的粉丝，但哪吒在这期间的影响力并没有突破性增长。那时的国漫处于一个比较低谷的时期，哪吒的地位也一度降温。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让哪吒进入了新一代观众的记忆里，并为后边的大爆发埋下了伏笔。所以这一阶段的关键词：儿童向、成长角色、国漫低谷。
2019年呀，哪吒重回神坛。具体来说啊，就是在大家都以为哪吒会继续低调发展时，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横空出世，一举拿下50亿票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最高的动画电影。这一次哪吒的形象彻底迎来了硬核升级，造型大变革，黑眼圈、沙齿笑、赤足奔跑，一个充满街头痞帅气质的哪吒全新诞生。小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眼。藏好了吗？性格大突破，从简单的反抗权威变成了自我救赎，我命由我不由天，成为新一代观众最热血的呐喊。去你个鸟命！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文化意义上也再次升级，哪吒不再是单纯的少年英雄，而成为一个生而不同但不认命的象征，击中了无数年轻人的情感共鸣。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这是爹教我的道理。找死！如果你问我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认命就是哪吒的命。这部电影呀，不仅让哪吒重回顶流，还正是让他从传统的神话角色进入了现代的潮流 IP， 他的影响力也逐渐的走向了国际。这一段的关键词魔童降世、潮流文化、票房炸裂。接下来就是王炸。2025年农历大年初一，哪吒之魔童闹海在中国大陆震撼上映。紧接着，在北美、港澳等地也展开了全球征程。这一波操作简直把票房炸裂演绎的淋漓尽致。上映之后，电影不仅打破了多项纪录，还迅速成为了全球票房的天花板。截止2025年2月23日，票房呢已经超过了135亿人民币，成功坐上了票房最高的全球非英语电影和全球动画电影的宝座。还一不小心跻身全球票房前8，妥妥的世界级影坛巨星。而且哪吒的超高人气已经不止停留在电影上了，从短视频、游戏、潮玩周边到全球市场，它几乎无处不在，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现象级的文化符号。它不再只是那个神话人物或者传统的动画角色，它现在变成了年轻人文化认同的一个代名词，而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成为大家日常脱口而出的一种态度。换句话说，哪吒已经从英雄神话变成了一个全球最潮的少年英雄，还顺便创造了一波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奇迹，这你能不爱？哪吒的故事到这儿就打住了吗？No, still too young to naive。 回头看看前边那一堆神话来历，史料考据都是在向外寻宝，可实际上我们更需要向内去挖矿。不妨想想，为什么我们如此上头哪吒之魔童系列？又是什么力量让哪吒悄咪咪地成为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图腾？最后让我们来一次心灵深浅，扒一扒哪吒背后的那股神秘燃能量。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上映，国内直接封神。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一上映，直接火遍全球。为什么这两部电影里哪吒会被不少网友封为中国神话中最懂年轻人的角儿？因为哪吒的精神核心就仨字儿：不认命。长一点的版本，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不就是我每天早上睡醒之后给自己必喝的那碗热鸡汤吗？我改了，能洗衣。当然呀，这种精神共鸣，具体来说的话，有这么几点。出生不好，拒绝标签。哪吒一出生可不是什么天选之子，自带光环，而是魔丸一枚，活不过3年还得被雷劈死。但他拒绝标签，死也要逆天改命。转头看看现在，有几个年轻人能逃过标签化的问题？出身、学历、背景、外貌、职场规则，社会总喜欢给人上纲上线，还各种设限。但哪吒告诉我们，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说了算。每个年轻人啊都有哪吒的影子。哪吒从出生开始就被人当作反派，被误解，被孤立。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改变。但他从不屈服，而是一路硬刚到底。现在社会对年轻人也有数不清的各种花式 PUA。你还不够努力，可是我明明已经996爆肝了呀！你性格太张扬，可是我只是想表达自己。天，你这样瞎折腾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是谁定义了成功？哪吒告诉我们，你凭啥告诉我啥是成功？ Who are you？ 我是谁？只有我自己说了算。哪吒的个性太戳年轻人了，吸睛属性 Max， 调皮、鬼马、爱搞事儿、嘴毒 but 心软，外界误解无所谓，别人怎么看我 I don't care。天生大火，越燃越强。社会的毒打只会让我成长得更快。哪吒并不像传统神话里面的完美英雄，他有缺点，有愤怒，有情绪，但他依然选择不放弃自己。这一点呀，深得我心。我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但我永远是我自己。哪吒的人生远比你我想象的更真实。在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哪吒并不是什么天选之子，而是个天生被误解的孩子。全村人都讨厌他，甚至躲着他。他有天赋，但没人认可。父母爱他，却不知道怎么表达。这一幕幕简直像极了很多年轻人的成长经历。父母的期待 vs 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社会的标准 vs 个人价值的追求，努力被看见 vs 被误解、被否定的无力感。我想现实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哪吒时刻，那些被误解、被质疑，甚至被命运摁在地上使劲摩擦的瞬间。但不同的是，哪吒之所以能冲破枷锁、逆天改命，不只是因为他一个人多硬核，而是因为他有一个1000足金的兜底团，一个坚持用爱发电的神级后援团，绝对超高配置，不信你看看。首先家里有个顶流的保镖团，父母护娃狂魔，敢跟世界全硬刚。哪吒这孩子天生自带天雷套餐，按理说你父母早该摆烂了呀。但是李靖和殷夫人偏偏不信这些，哪怕全世界都说哪吒是魔童，他们也坚决地站在儿子这边。谁敢欺负我家崽，老娘就跟谁拼命。这波亲妈式的护犊，让哪吒在一次次崩溃的边缘拉回了一条小命。其次师傅是外挂制造机，又坑又靠谱，关键时刻还能救命，既放养又能因材施教，还能快速提高你的战斗力。这样的师傅能给我来一沓不？最后，朋友是知己，并肩作战，顺便改写世界。如果哪吒是天命反派，那敖丙就是天命工具人一个，俩人一个被当妖防着，一个被当救世主供着，但他们偏不信命，而是互相影响，互相救赎，一起打破规则，重塑天界，最后还顺便拯救了世界。这拿的可是封神级别的友情剧本，你就说羡慕不？眼红不？
所以啊，逆天改命、人生开挂，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愿你啊，在自我成长的这场冒险中，也能有那般父母的守护、师傅的点拨、朋友的陪伴。愿你也能最终成为自己的底气，因为真正的英雄从不孤独。父子情给礼遇上，他本是一世无双，太子为臣他一想，东海之畔捉龙回浪，擦火焰一世北上，千云山描尽风霜，烽火轮游飞乱血浆。